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好。下面还有谁要讲？还有谁要发言？谁？谁？没有了吗？政委，你有什么要讲的吗？那我说两句。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只有速度才能解决准确捉奸问题。同志们，我们才飞了几天呢？啊，就没有信心了，就坚持不住了。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你达到那个速度就能飞出一条直线吗？如果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况且我说过了，我们不怕牺牲，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不答应。明天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试飞。散会。咱们可以联名给总指挥写封信啊，把想讲的写清楚，也许局面能扳回来。冲动了，这个时候给总指挥写信有点草率，毕竟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数据支撑。眼下呢，只要我们两个统一观点、统一阵线，伺机而动就行。毕竟，悲惨的事实胜于雄辩。政委，回来了。回来了。政委，这个是吴强让我交给您的，说是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派人给送过来的。好，我知道了，你去吧。好，早点休息啊，政委。嗯。秦大帝在高空中给飞机加速，飞机以极快的速度近乎垂直地插向海面，距离海面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波纹变成蓝色的一片。飞机还在继续加速下降，几乎和海面无限接近的一瞬间，一个转弯，踏着海面腾空而起。钥匙飞行。水平超低空。这才是真正的秦大帝。振宇，我陶思勇，你现在喊上于涛到我宿舍来一趟。是。报告，报告，快进来吧，里边坐。好。这么晚了，把你们俩叫来，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我说的是钥匙飞行。是的。极有可能，那就有问题了。大队长在担心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提过钥匙飞行这4个字。我认为他肯定不是忘了，是他不愿意。因为我们这些飞行员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起飞降落，没有接触过舰载机着舰的飞行科目。换言之，绝大部分人没有掌握钥匙飞行的技术。大队长一直回避钥匙飞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飞，等于是高速撞击着舰。他没飞过，别人更没飞过。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飞机一旦失速，如果不能在瞬间把飞机拉平，飞机很有可能会拍在航母的甲板上。你们二位飞过钥匙飞行吗？我没有。你飞过，我们入队之前在海上驱逐敌机的时候，用的就是钥匙飞行的技术。你们那不是拙舰，不一样。确实，那个时候不用考虑飞行姿态，而且要想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最重要的是要让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只有保持恒定的攻角，机头才不会着地，飞机才不会出现失速的情况。就是说，虽然你们都认可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但其实你们谁都没有真正的飞过，只是一种猜想。政委，有2个人以前就用钥匙飞行技术在空中进行过战斗。秦大帝和吴京天。没错，我看过他们的飞行竞赛的录像。我之所以能够在海面上用钥匙飞行技术压迫敌机，也是通过这段录像学习的。我建议把这段录像拿出来，对全队公开，让大家都事先有一个心理上的学习和准备。好，我知道。行，太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谢谢政委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回去吧。你好，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易总指挥。你这个陶博士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点儿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睡？首长，我现在遇到难事了。你要说什么，我大致明白。今天我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谁呀？吴京天。吴京天。你说你的事儿，我现在还没有睡。哦，首长，谢振宇和于涛都认为，如果不解决速度问题，就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准确着舰的问题。而要想解决速度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你是说钥匙飞行？对，但是目前试飞大队飞过钥匙飞行的最多只有3个人。除了秦大帝还有谁？谢振宇和于涛，但是他们3个也没有真正的用钥匙飞行技术飞过着舰飞行啊。你有什么想法？首长，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办法，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秦大帝为什么自己没有提出钥匙飞行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跟他还没有交流过，但我大概了解他的想法。他认为，无论用什么技术着舰，只要是开着飞机，高速撞击着舰，差不多就是自杀。他认为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着舰的问题吗？他现在办法是2头用灯曲线着舰，但效果不好，飞机没有速度，等于是飘下来，受风的影响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落到着舰中心点上。但他呢，还是让大家继续这么练习。他说，熟练了可能就好了。需要我做什么？首长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首长，如果我提议让您下命令改用钥匙飞行技术，这万一发生意外，第一个光荣的肯定是大帝。还有呢？大帝绝不能牺牲，因为试飞大队除了他之外，没有第2个人能够熟练地掌握运用钥匙飞行技术。这就是我现在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原因。按照秦大帝的办法飞。可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继续这么飞是没有出路的。你等我的电话，在我想出办法之前，怎么飞还是由秦大帝说了算。是。哎，你等等，为什么不能请2位老总和他们的专家团参加意见呢？请他们帮帮忙，想想办法。说不定能够找到另外的突破口。首长，您这是建议还是命令？是建议，说命令也行。那梁总、周总那边，是不是由您请啊？好，电话我来打。明天上午你们就开会。是，耽误首长休息时间了。再见。再见。谁啊？我开门。都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啊？我来是想请教个问题，告诉我什么叫钥匙飞行？这跟你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虽然我是政工干部，但是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内行，那在试飞大队那就没有立足之地。说吧，我想知道。太晚了，我只能简单的跟你说啊，飞机在陆地机场上起飞，飞行员加速，飞机升空；飞机降落，飞行员减速，这叫损式飞行。如果相反，飞机升空的时候减速，下降时候加速，这就叫钥匙飞行。第一呢，钥匙飞行是一门飞行技术，对不对？第二，钥匙飞行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有人跟你提出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我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钥匙飞行作为一门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行，我现在就来满足你的求知欲，啊。第一，从理论上讲，我说的是从理论上讲啊，钥匙飞行不但是一门飞行技术，而且是一门涵盖面极其宽泛的飞行技术。准确的讲，甚至可以把损式飞行都可以把它包含在内。但是在真正的飞行当中呢，损式飞行技术和钥匙飞行技术还是有严格区分的。国内很少有钥匙飞行这方面的飞行训练。为什么？因为不需要，根本就用不着。我们都是陆地机场起飞啊，飞机升空的时候加速，降落的时候减速，这都在损式飞行的范围之内。你飞机升空减速飞得起来吗？降落的时候加速，那不直接撞到地面了吗？这不是有病吗？可我听说有人飞过钥匙飞行。我再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钥匙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除非你疯了，才会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加速撞击地面或者是航母甲板。有什么样的危险？可能在一瞬间，人机所全部都完蛋。这就对了，你不是没想过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排斥掉了。不，你说的不对，我排斥的是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叫钥匙飞行，更不用说用它来练习撞击捉奸了。有人证明，多年前你跟吴京天3场空中对决中使用过钥匙飞行技术。肯定是有人看过我跟吴京天的竞赛录像，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也许2个人都看过，但是他们全都错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钥匙飞行。之前我和吴京天，还有前不久的谢振宇，在竞赛的时候，或者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貌似使用过钥匙飞行，
但是我告诉你，第一，那只不过是高空加速下降；第二，不是用它撞击着舰的。谁能告诉我，那一撞，飞机的阻拦索、着舰甲板还有飞机能撑得住？就算是能承受，我也不会同意的。为什么？他们心里想的是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要想飞出这条直线，不但飞机要有极高的速度，而且自始至终要保持一定的攻角。稍有差错，飞机就会失速，就会掉到航母甲板上，或者是撞到航母甲板上，不但会机毁人亡，还会给航母造成极大的损失。这些事情，你想过吗？他们想过吗？啊？我们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员，我不会同意让我的手下用这种鲁莽的方式去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愿意呀。因为我不知道，即使我们付出这样的牺牲，对于攻克着舰技术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你作为指挥员，你会同意吗？这会儿啊，你差不多说服我了。但是目前试飞工作遇到难关，走不下去也是事实。在来你这之前，我把目前的情况跟首长报告了。首长建议梁总、周总专家团参与进来，一起来探讨着舰技术从哪里突破。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人家一家是搞飞机的，一家是搞航母的，你让人家帮我们解决飞行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有出息！你怎么把这事报告首长了呢？哎呀，你生气也没用。梁总、周总的电话，首长肯定打过了，而且说好了，明天上午就开会。我认为这对你是好事。什么好事？陶思勇啊，我觉得你说这些话我都听不懂，那说明你脑瓜都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舰载机高速着舰对人机所、航母甲板的影响，我们正好可以听听梁总、周总专家团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了高速着舰时人机所、航母甲板哪一块扛不住，哎，这件事情就不用讨论了。不，你不正好也帮你解围了吗？总之，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一，不能死人；二，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再这么飞下去了。行了行了，我也困了，我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啊，好。梁总、周总、张司令，首长让我们组织一个会，就着舰遇到的技术攻关的难题，向二位老总和各位专家请教。我们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同时我们试飞大队的技术攻关小组也到这儿来了。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下面开始发言。秦大队啊，专家我们都请来了，还是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嘛。鼓掌。各位，来之前总指挥跟我们打过招呼，我跟周总呢也商议了一下，今天参加这个会，我们说什么？如果谈飞机制造、航母续建，我们还有些发言权，但是今天咱们谈的是舰载机着舰，那我们确实是学生，你们是专家，既然来了，我们就听一听，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麻烦，我们该做什么。周总是这意思吧？对。秦大队长，咱们开门见山。好，开门见山。梁总、周总，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飞，才能准确和安全的着舰。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实话实说，我们试飞大队目前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艰苦的试飞，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径。舰载机着舰是航母成军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舰载机上不了舰，那么其他的都是面谈。我们今天想请专家
帮我们出主意，进行技术攻关，这就是当务之急。秦大队长，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你们所遇到的问题？我们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飞机无法飞出一条直线。那能解释一下飞机飞一条直线是什么意思？周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没有谁飞过舰载机着舰，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些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相关的零星记载，而且语焉不详。譬如说啊，所有的记载都说舰载机着舰至少要做的2点，一是用灯，一是用电。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要想用灯用电，就必须自始至终的飞出一条直线，或者说接近一条直线。但是在实际的飞行当中很难做到，因为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就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各位专家也都知道，自从有了喷气式战斗机，减油门滑翔降落就变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降落方式，也被写进了我军的飞行条令，这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减油门滑翔降落就一定没有了速度，同时也就飞不出一条直线，没有了从头到尾的用灯用电，这也就违反了航母着舰的2条最基本的原则。那怎么办呢？是放弃速度的同时也放弃用灯用电，还是违反滑翔降落这样一个操作规程，为成功着舰去加力高速的飞出一条直线呢？有问题你就发言，不用举手。各位老总、专家，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以钥匙飞行的方式高速着舰，你们的机锁航母甲板能承受得住吗？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谢振宇提出的这个问题，只代表他本人的看法。我作为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完全赞同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着舰，也就是他刚才说的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完全不用钻到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么一个牛角尖里来考虑着舰的问题。于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也说说吧。我尊重大队长的想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直线，就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没有准确着舰。而要飞出直线，就必须要有速度。只有钥匙飞行，才能飞出直线需要的速度。我说完了。大家还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不成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极限的重力和速度的挂锁实验，人机锁都扛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秦大队长和谢振宇说的，我们要直线飞行，要高速撞击着舰，那是什么情况？舰体什么情况？飞机什么情况？能不能扛住？我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进行专题性的研究。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同志今天提到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新课题，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新思路，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专题科研。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啊，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科研测试数据出来。很好，老话说得好啊，家丑不可外扬。虽然梁总和周总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都准备重新考虑机、舰、锁的一些设计环节。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说：如果为了用灯用电，不是减力而是加力，用钥匙飞行技术飞出一条直线，
用这么高的速度在航母上降落。第一，人是不是扛得住？第二，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钥匙飞行技术是难度极高的技术，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它来着舰，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呐，谁都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钥匙飞行技术，更不可能说用钥匙飞行技术来着舰。就算是你掌握了，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要领，你掌握了吗？要注意的事项在什么地方？你考虑过吗？那么，钥匙飞行着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重要的操作要领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技术的坎儿需要过？这个你能够再给我们讲详细一点吗？好，在本大队，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掌握了钥匙飞行技术。也可能有人说我飞过钥匙飞行，那我告诉你，那也是你这么想。真正的钥匙飞行技术非常难，用它来着舰，在我军历史上更没有人做过。刚才张司令问我最大的危险在哪，这个我可以回答。从飞行安全角度讲，最大的危险是飞机在高速降落的过程中，你要掌握一定的攻角。攻角太小，机头容易先着地；攻角太大，整个飞机容易失速。不管是哪种结果，飞机势必以一种巨大的动能和势能砸到航母平台上。我要问在座的每个人，知道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飞机一定要在高速飞行当中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攻角。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攻角具体是多少？连攻角具体是多少都不知道，还要说用钥匙飞行着舰？我告诉你，你那不是着舰，是什么？我就不想再说了。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补充？时间差不多了。好，如果各位专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就散会。好。走吧。我觉得有戏啊！你听他刚才对钥匙飞行那一通分析，说明他已经在做功课了。可他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来这么多问题，尤其是攻角问题，这怎么解决？想办法拉着他一块儿解决。你刚才说秦大队长可能找到了解决高速着舰时的技术难题的关键，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攻角。只要找到合适的飞行攻角，飞机就不会失速，机头就不会砸在航母的甲板上。但前提是机、锁、航母甲板还有人都得扛得住。只要扛住了，飞机高速着舰就能成功。有你的呀，老谢。别高兴得太早。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可都没有参数支撑。可我们知道歼15的技术参数啊，在一个什么速度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攻角，可以做到不失速，也不至于机头着地，应当算得出来的。而且我们还知道，有的西方国家舰载机的着舰时间，他们的舰载机技术参数，咱们大致也能够找得到，这样就能够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距离和速度。在这个速度上，应该能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攻角。好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你算你的，我算我的，找到合适的攻角，飞机着舰的程序就基本成型了，剩下的就只能是等了。等是吧？等军工单位的参数对比啊。至于人选，我相信秦大队长会有他自己的角色。走吧。钥匙飞行，会吗？
没正式飞过，那就是试过。哎，刘主任，夏医生，政委，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那咱们现在开始吧。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从这2天全面的医学检查来看，是非大队需要我们医学支援的面相当大，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有3名。刘主任，你说的相当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试飞员呢，都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您可不要吓唬我。你别紧张，我说需要支援的面相当大，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就算是你我也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说的这3个人情况不同。你说的这3位是谁啊？第一个就是秦大队长秦大地同志。秦大地有什么问题？从各种测试的数据综合分析，秦大地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政委，试飞工作是不是遇到难关了？他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肩上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压力就没有小过，因为随时会面对死亡，面对牺牲。你刚才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试验工作确实遇到了难关。哎，我说刘主任，你们的工作怎么像算命啊？看麻衣选项。我要抗议了啊！我们这是科学，不是算命。开个玩笑，不好意思。最近大地的情绪确实有点急躁，我已经找他谈过，也批评了他，他也接受。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的压力，他扛得住。哎，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陶政委，你是有点小问题的。你的潜意识图景跟秦大地同志一样，乌云翻滚，这说明你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和秦大地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对，做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有人牺牲，所以有压力是很能理解的。刘主任，你这么说啊，那我就放心了。那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况？大地同志是基本没有情况。你基本没有什么情况，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而是秦大地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秦大地同志有没有什么扛不住的心理压力呀？我是说，除了试飞工作之外的，
藏在他心里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陶政委，你可以放心的讲，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会为我们支援的对象保守秘密的。有，他的儿子从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病情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很危险的状态里。另外，在他老家还有一个身患截瘫的老父亲，这么些年因为儿子和工作的原因，他已经3年多没回过老家看望过老父亲了。政委，在秦大队长的潜意识里，我们发现他有一种倾向，他好像在时时刻刻的等待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他潜意识里随时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你们是不是担心大地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潜藏的焦虑，高度紧张，在是非或者领导是非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瞬间的精神崩溃？具体的说吧，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瞬间的分心和走神，从而造成个人生命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不可能。他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12年来，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压力他都扛住了，每一次都能圆满的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让他来是非大队领军的原因。你们说的情况不可能影响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夏医生，你从专业的角度说说你的看法。好，政委，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在过去的12年能够扛得住一个压力，不代表他能一直扛得住。主任的意思是说，大队长现在的情况，他有可能在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某一刻，完全违背了自己主观意识，瞬间崩溃，造成对是非以及他个人生命安全重大影响的事情。当然，我们是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您报备。夏医生，刘主任，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地同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了？我们只是建议，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行，大地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了。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2位同志吗？谁啊？一个是谢振宇，一个是于涛。谢振宇又有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有于涛呢？政委，您方便多介绍一些谢振宇的情况吗？可以。谢振宇的家境不太好，他的父亲呢去世得很早，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在很小的时候呢，遭受过校园暴力，后来就不好好读书了，甚至还逃学。初3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个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对他的母亲一直充满了愧疚。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发奋读书。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空军的预校。这个谢振宇很有意思，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意做第2名。我以前长期在海航工作，对他们特别了解。任何一名优秀飞行员，都具有第1名的强烈意识。谢振宇是我们海军这些年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在我们试飞大队也是骨干，也很可能会成为航母未来航海编队的领军人物。我想问一下，谢振宇这个人的性格，平时是不是有些脆弱？脆弱？不是吗？他不脆弱，我倒觉得他的性情太过于强大了，有时候强过头了。哎，用你们的术语，是不是叫强势啊？那就对了。这就叫脆弱。哎呀，这我就不太明白了。他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孤傲，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攻击的姿态。没那么严重。你说他争强好胜，那是没错。至于对别人发起攻击，那倒没有。政委，通过我们的测评来分析。谢振宇同志他是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潜意识里来看，他现在这种所有的努力，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偿。补偿？对，一个人劳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完善他自儿童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
他凡事都要争第一，首先是为了他自己，那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那凡事都要争第一，有什么不好吗？凡事都要争第一，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人格特质，甚至是一种情节。而这种情节是他被压抑的观念群，也是他防御机制的一种表现。短期来看，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满足，但长期来看，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一旦遇到挫折，他将会面临加倍的负面情绪体验。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建议是对他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帮助他找到并接受他真正的自己。只有他彻底的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他才能够有所改变，他才能够超越他现有的存在样式。我同意你们针对谢振宇同志的这个方案，抓紧落实。好，接下来说说于涛吧。于涛同志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仍然严重。于涛的家世背景我了解，爷爷是我国第一代的飞行英雄，父亲是优秀的试飞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牺牲了。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2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每一次纸飞扬落，承载着几代人的期望。